上一集我们记录了从台湾出发，经历了整整30个小时，才终于抵达秘鲁的 Cusco， 还遇到了行李被丢包的插曲。这一集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这座位在安第斯山脉中的古城，逛逛 Cusco 的特色景点，还有那些不能错过的当地美食。OK， 我们现在先去换钱。先去换钱，手换钱。对，把美金换成这边算是什么币啊？索 SOL。但这边这样走一走，好像真的好像比较容易喘哦。对啊，而且好想睡觉。确实是比在平地走还容易喘。有点想睡觉，因为呼吸不到空气的感觉。时差。这里就是武器广场。Cusco 这边最繁荣的地方，那所有的居民都会，或是观光客都会聚集在这里，因为这边餐厅也蛮多的，各个教堂啊，或者说一些博物馆都在这附近。那武器广场为什么叫做武器广场？据说啦，是以前在西班牙殖民时期，那他们殖民过的地点都会设置这样子的一个广场，主要就是作为军事的集结地点啊，或是行政中心啊。以及一些市民的广场这样子，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交流。那前方这一栋呢，就是他们的主教堂，非常漂亮。哇，这边的阶梯真的很多，又在高海拔，真的是没走几步路就喘了。我们现在要来吃晚餐了。我高山症发作。第一天晚餐的部分，九订了一间秘鲁菜，看起来很厉害哦，氛围感拉满哦。Google 上面有4.6颗星，4200多则的评价。好，我们点完菜了，你点了什么？我点了有牛肉、猪肉，然后马铃薯跟饭，有点像是一个烤肉餐盒。我点了这边秘鲁菜的特色天竺鼠肉。但它有分2种啊，有一种是直接整只下去烤，还会端上来给你看，但我觉得那不太吓人，所以我点了一个是它已经分切好了，就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吓人，看起来比较像那种烤乳猪的样子。然后饮料的话，我也是点一个他们当地的秘鲁的特色的饮料，那个是什么？就是里面有他说有 purple corn， 紫色的玉米什么的，感觉像是这边的一些当地的农物产打成的汁。到每个地方我就喜欢就是吃当地的菜，毕竟可能这辈子就来这一次。说不出来的味道，我说不上好喝，但是就是它有加一个香料吗？还是什么的？还是植物？莱姆？不是，你喝看看，好特别哦。甜椒里面包了牛角肉，它那白白是什么？非常的咸，它白白的 cheese。我说那个另外一块，这个是一坨鸡肉，马铃薯啊，这么大块马铃薯。上菜啦，给大家看一下哦。看这个有帮你切，所以看起来比较没那么吓人。我的第一口这个天竺鼠肉，其实你就不要想象它的外表，就是很像一个肉，很像烤乳猪，蛮好吃的。想说都已经来了，医生还是要吃这顿鼠肉吧。很排斥哦，这么小一块，有什么好怕的？想到它是老鼠就没办法。有这么夸张？大家可以不用逼自己尝试，我就活在舒适圈。OK， 第2天一早在吃早餐，一样用杯 Coca Tea 开启一天。我们要去一个 Cusco 这边那个至高的景点，需要爬一点山。虽然说这边已经是山了，但我们还要再往上爬。那个地方海拔有3700公尺，等一下走的路是陡坡，希望可以顺利完成。OK 吗 ？OK。大家看一下那个远处。哇，直接是一路往上，再过去还有阶梯。开始变阶梯了。如果需要停下来先休息，就讲一下。需要，马上就对了。喝水，好，休息一下。真的太喘了，而且我觉得紫外线很强，很晒。慢慢走，看来要看到这个 sexy woman 不容易。
啊，不讲话。这边有一片涂鸦，也是一个 sexy woman。回头一看，已经爬得这么高，超漂亮。终于到了 sexy woman 的入口处。这个入口处的风景就已经令人称奇了，太漂亮了。我觉得爬这个阶梯动作要放慢10倍。哇，这边好多羊驼哦！好啦，还在吃土哎，跟我月底一样。我们现在已经进到 Sexy Woman 里面了，这边就是他们，应该算是古印加时期，他们这边的遗迹，以前就是在这边生活，对，然后就是也是很多石头的碉堡这样子。哇，你看以前这个印加文明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些这么大颗的石头搬到这里，然后把它堆砌成这么整齐。让我喘一下，听说这些石头的缝一张纸都插不进去。它的构造的话，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构筑起来。我们现在在 Cusco 算是至高的景点，它的展望台，然后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住的饭店跟武器广场都在后面，那超漂亮的，真的超漂亮的。哇，整个 Cusco 一览无遗，超级美。这边真的是一个充满灵气的地方，就感觉它的历史的文化太浓厚了，就算再怎么观光的话，感觉它也没办法覆盖住对它的历史。就你走在这边，就感觉好像有性情有被陶冶了。是，我觉得，好，真的一生必来一次。对，人生还是要多去一些世界级的景点，这种历史景点走走看看。我们现在要去我们买的tour套票的最后一个景点，但是它有点距离，所以我们要搭巴士。结果这个巴士根本没有巴士站，就路边随便拦，超可怕。太难了。对，太难，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经历。就在马路中间在那边乱拦乱停这样。然后反而还差点搭成反方向，好险那个反方向的司机大哥帮我们把对的方向的拦下。他有个车长小姐。这个路边完全没有公车站牌，到底怎么知道要在哪里上下车？OK， 这就是我们这个 Sexy Woman 套票的最后一个景点 Tambo Machai。好，那这个 Tambo Machai 呢，是在古印加时期的贵族沐浴跟祭祀的场所。那有时候会被称为印加浴场。那是因为呢，这个点它的水源比较充足，搭配以前那个印加文明他们的石器的技术，造就有这个澡堂这样子。那个一间一间的可能是淋浴间哦，有隔间这样，毕竟还是不能让人家看到。OK， 我们把今天的这个景点逛完了，再度搭上这个非常 local 的巴士。那讲一下今天这个逛这些印加遗址的心得好了。我觉得就真的是蛮震撼的，可以了解说他们以前的人是生活在怎么样的环境，然后他们怎么样去砌到这些石头，就是不知道怎么砌的，跟那个金字塔一样，然后非常的壮阔，然后一整片这样子，很像城堡啊、碉堡这样。建议大家可以买 tour， 对，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毕竟这边都是在高海拔，大概3700公尺的地方，所以你一直走路的话，而且它这边不是只有平路，会有一些陡坡，所以建议还是可以坐车会比较方便，不然其实会蛮累的。我们久爬完山，肚子饿，买了这边的水煮玉米。这边水煮玉米其实蛮常见的，就是路边都会有，但是他们的玉米超巨型玉米。我们现在在
San Pedro， 就是这边 Cusco 当地的一个传统市集啊，就是有很多手工艺品啊，或者说果汁，有些爆米花跟食物什么的。哇哦！这边有超级多家的果汁店，它是分得蛮清楚的，左边好像是果汁，然后右边是一些手工艺品跟一些零食类的东西。这边很多产品都跟那个 Coca 古柯叶有关联，有糖果啊，有的没的茶包。但是呢，因为台湾是禁止的，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带回去。这个是治疗应该是药膏啦，涂抹在背上减缓酸痛的，也是有 Coca 的成分。这个古柯叶也有在卖，可以自己泡来喝。但是呢，一样台湾也是禁止的，都不能带哦。好，我们买了一小块的这个 Coca Chocolate 来吃看看。再次重申哦，这是在 Cusco 当地才吃哦，因为回台湾这个是违法的。我只是想要体验一下当地民情，所以我买一块吃看看。看起来跟一般巧克力没什么两样。好，吃看看。什么味道？菜是什么味道？就巧克力，you know？ 巧克力的味道。那巧克力味道。好，这只能在这边吃哦，回台湾是不能吃的。喂 ，no。OK。这位手上又拿了一杯，在秘鲁当地特色的 Chicha Molada， 就是应该是跟我昨天晚上喝的那个饮料一样。然后它主要就是有紫玉米跟水废话，然后跟肉桂跟丁香，然后还有一些柠檬汁这样，喝看看。这样2受，应该有比较酸一点，因为没有加糖。说不太出来，说不出来的味道。那水好喝吗？10分满分几分？以特色来说，当然是10分啊。那好不好喝呢？就看个人。如果在台湾，你会买吗？不会。但是如果你有来这边 Cusco 或是秘鲁当地玩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毕竟就是要来体验一下人文特色。这个傍晚的武器广场越来越漂亮。OK， 我们现在要来吃第2天的晚餐。那我们今天爬的那个 Sexy Woman 好像有点晒到，现在有点累到不行。脖子都刺刺，对，脖子有点晒伤。鼻头也会痛。是这家 Kusai Kai， 那我们刚刚点了一个这个Choli Ceviche， 应该是这样念吧。然后它也是秘鲁当地的一个特色料理啊，它是腌生鱼。刚刚舅舅点了一个这个 Lomo Sada， 就是有牛肉跟一些 avocado， 然后玉米跟蛋。然后我点了一个也是秘鲁特色料理 Alpaca， 就是羊驼肉，烤羊驼肉也是吃看看。第一口 Ceviche， 哇！真的偏酸的，但不会很可怕，蛮好吃的，好像是生腌鳟鱼还是什么。我的 Alpaca 肉来了，哇，摆盘超漂亮，准备要来吃第一口羊驼肉。感觉有一点点的腥味，但不会很讨厌，但还不错，这样有点像羊肉，对，羊骚味。嗨，大家，今天是第3天早上。第3天早上，今天我们的行程非常的简单，比较 chill 一点。chill 一点，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开始我们的2天1夜的 tour。那今天的话，我们就会在库斯科逛一些当地的很长一些文艺小物啊，然后看有没有一些伴手礼、纪念品带回去给家人们。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先去喝一杯咖啡，下午再开启我们1天的行程。OK，let's go。啊，我昨天去 Sexy Woman， 因为它那边海拔比较高，然后也没有什么遮蔽。虽然说你不会到觉得很热，但是紫外线还蛮强。我现在俨然成为一只瞎子，脸都是红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来
有来这个 Cusco 这边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戴个帽子啊。每天都会被 Cusco 这种不经意的小角落所惊艳到，真的太漂亮了。哦，到了，这是我们要喝的咖啡厅 ，Espresso 18。那它的座位在2楼。这个 view 好像蛮厉害的哦。直接看到也是整个 Cusco 的市景，这家咖啡厅真的太狂了，可以直接看整个 Cusco 的景。我们点了2杯冰美式，再看看搭配这个景。现在来到了路过一家手工艺品店，整间店都是在卖羊驼的织品，毛衣啊、帽子啊、毯子啊。然后我刚刚已经买了一件这个有拉链的针织衫。要拍那个，他让你拍。然后舅舅现在正在挑帽子，老板娘很可爱，她现在要织给我看。哇哦！ Oh, so fast. Sí. Rápido. 哦，这种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品。Muy resistente. 哦，他现在应该是在说这个毛线非常有韧性。No one hilo, no solo. 哦。Es 45. Hay varios. 来。Ajá. 哦。Muy resistente, buena calidad. Alpaca. Es handmade alpaca. Mira, 对啊，这个 toca 就 es 是 handmade alpaca. 毛线 Material. 材质非常好。Ajá, no más.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小区，那里面全部都是卖一些当地的手工艺品、纺织的，有包包、毛毯跟衣服，超级漂亮。这边也很好拍，哇，这个画面超美的。路上也是会很常看到有人提这样一本，那就是他们自己画的画作，然后会要你买，也是蛮辛苦的。好，我们现在刚吃完午餐，现在来到哪里？我们现在来到太阳神殿，然后是当时印加文明的时候，他们祭祀太阳神的地点，主要的宗教场所。对。然后它下午2点开门。现在在排队啊，现在蛮多人在排那个门票的。应该蛮快，因为他们是 group。那我们就赶快进去。门票成人的话，一个人是20soul。这个应该是以前太阳神殿的样子。好，我们逛完太阳神殿了，但是因为里面不能拍照录影，所以我们就大概讲解一下我们最印象深刻的好了。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那个教堂本人吧，就是他真的是，就是你一进去，你就会感觉到很神圣的一个氛围。然后他有把就是平常他们做礼拜在唱歌的样子啊、人物啊，还有一些就是道具器具，就是都把它模拟出来。然后我觉得在那边真的是会蛮震撼的。对，那你呢？我的话还是那个墙的部分，因为他们那个技术真的。他们是把那个石头切割的很方正，而且是一个凸字形，然后一个凹字形，然后把它牵在一起。对，他们很强然后有这个技术是把它切成，它可以像乐高那样，对，然后拼起来。对啊，大致上就是在讲解一些印加文化的，然后跟后来西班牙来殖民的一些可能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啊，或者说那些过程，这样蛮值得来的啦。对啊，历史文化很多。然后它这边的门票是只收现金，那大人的话一个人是20块，20 soul。OK， 好，推荐大家来。下一集我们将出发前往圣谷 Sacred Valley， 探索沿途的景点，并一路朝梦想中的马丘比丘前进。一路上我们会慢慢了解古印加人的文明与智慧，也将亲眼见证这座失落的古城，感受它穿越时空的震撼与魅力。我们下集见。